好学猫。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中年菜鸟进化论，我是 Zoe。这是一档注重自我探索的个人成长播客，会有我个人成长所学习到的一些方法论，也会有我自我探索之后的一些思考，当然还会有一些疗愈自我的碎碎念时刻。我希望通过这些不强势但有用的方式，与你一起进行认知提升和自我探索。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声音与噪音。这里的声音是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听到、看到、接收到的各种观点、方法论、别人的经验，或者是你周围人给你的建议。有没有发现我们天天都在各种各样的声音当中浸泡度过？这些声音可能是在我们的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情况之下，塑造着我们对于自己和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特别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大家获取信息的路径实在是太多了，可能是你主动的设计，比如说看书，主动筛选下的信息提取，像现在大家通过听播客、长视频，或者与你周围人的一些深度的对话。但是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大多数的声音都是大家被动所获取到的，比如说网络各个平台给你的推送，身边人有意无意的表达，甚至是可能你身边有很多的人对于你的困惑，在你需要或者不需要的情况之下，直接给你的一些建议。我会发现在我上一个人生阶段，我也是会非常自主的把自己大量的暴露于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信息当中。因为在更上一个阶段，我的世界是相对封闭的，也没有任何的理论来打开自己，提升自己，相对来说就是一些按部就班的生活。所以当我一下子去接受到各种一些新的观点、更高的认知和一些理论的时候，我一开始会有一种特别兴奋的感觉，我会让自己沉浸在这种认知提升的快感里。但慢慢的我就会发现有这样的几件事儿。首先就是所有的这些观点它都只是观点，它不是真理，你直接照搬它是不可行的，需要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让所有的这些观点和经验成为你自己的认知工具包，在你今后有问题的时候，再有目的的进行筛选和应用。而第二点其实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其实很多这样的声音它实际上是噪音，特别当你的筛选的路径可能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无目的的状态的时候，你会非常容易被一些抓眼球追流量的内容吸引，还会有一些出于身边比较强势的声音，让你会把自己的价值和观点被这些声音强行输入，而被他们带着走。当然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个认知提升的过程，在某一个阶段我也会沉溺于把自己提升过后的认知疯狂的输出给身边人这样的一个阶段。后来我会意识到，这或许也是出于自己认知提升之后的某种优越感在作祟，所以我现在这个阶段会尽可能的让自己不轻易的给别人建议，除非别人主动需要。因为当我们不完全了解别人的时候，不了解他整个的人生，他目前所处的状态，他周围所有的关系，他实际的困惑的时候，你给出所有的建议都是带有自己的认知局限性的。同时这也让我对于各种给我的建议会保持一定的警惕，我依旧会敞开怀抱去欢迎，但同时我也会有了自己的一些筛选，知道哪些声音对自己是有益的，而哪些则是带着他人的认知局限性，或者说纯粹是对方在投射自己的焦虑。那本期播客呢，我会从3个方面来分享这一部分的内容。第一是分享我在产生这个疑问之后，我把这个疑问发到了我不同的社交平台，我收集到了大家对于这个话题的一些看法和理解。第二是在这个阶段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复盘。而第三则是我希望能够拓充认知，打破我自己的认知局限性，所以我也与 AI 探讨了这个问题，也会分享 AI 对我认知范围之外的一些补充，也是希望通过这3种不同的路径
尽可能的帮大家也能够拓展不同的认知的维度。也希望这一期的声音在你聆听筛选之后，不会成为你认知工具库里的那个噪音。当时我在产生这个疑问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几个社交平台发了这样的一个帖子，我说的是，不轻易给别人建议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善意，但当你的身边总有声音热心的给你建议时，该怎么分辨哪些值得借鉴，哪些只是干扰的噪音呢？比如说身边人的经验、社交媒体的观点，甚至各种途径看到的言论。我发完这个帖子之后，收到了不少的留言，我会发现大概关注我的人都是对自己的认知有分享欲和保护欲的朋友，所以对于这个话题大家是都还蛮有感悟的。我也筛选到了几条内容，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首先是我极客上的一位朋友，他的观点是比较犀利的。他说，讲真，自己如果没有足够的经历的支撑，不是自己经过亲身体验悟出的经验，任何建议对自己都没有实际的用处，不论这个建议是对还是错，因为即使是对的，你的内心也无法判断，你还是不会相信。有时候对他来说，这个经验是基于他成功的经验总结，直接移植到自己身上，很可能就会水土不服。其实对于这个朋友，他的观点我自己也很有感悟，因为我刚才说过，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个自己很容易被别人的观点和认知带着走的阶段，可能这个阶段是一个必经之路，也是我们塑造自我认知的一段经历。但是当你被带着走的过程当中，你的认知或者说你的经历还没有抵达那个阶段的话，它一定是有不适配性的。所以如果在听这期播客的朋友，你意识到自己可能处于这个阶段的话，或许它刚好也是一个提醒，就是你可以有意识的把别人的认知当做一个参考项，可以适当的去保持那么一点点的距离。那当然我觉得这里还会牵扯到一个点，就是大家会疑问，我该如何去筛选呢？另外一位我同样在极客的朋友，我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逻辑型选手，他给出了自己用于筛选这些建议的3个准则，而且特别的有条理啊。第一，他有没有真正的走过；第二，他有没有了解过我是谁；第三，他的出发点究竟是出于共情还是控制。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第3点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在一个阶段我会敏锐地捕捉到有一些看似热心的建议，其实是对方在向你投射他自己的焦虑，或者是出于对方有意无意的认知的掌控欲。那关于这个，我最近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心得，稍后的内容里也会与大家详细的进行分享。还有微博上面2位朋友的观点，他们更多的是从自我出发，会慎重的去给到别人建议。有位朋友叫做西北地区最甜甜面酱，他说同意，因为每个人遇到就算是类似的事情，也仅仅只是类似，不可能一模一样，所以自己的经验真的不适用于他人，只能用于自己长记性。还有一位朋友叫迟暮小少年，他说不介入别人的因果也是一种善良。对，这句话我觉得好像在一个人生阶段，我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要轻易的介入到别人的因果哈。好像还有另外一句也是特别通俗易懂的话，叫做未尽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对吗？所以大家会一直在我的播客里也听到哈，我好像在输出自己的观点和经验的时候，也是带着某种的谨慎。我会一直强调我的内容是个人经验和认知的分享，也尽可能的通过其他的观点来加入，去打破我个人认知的局限性。我有时候会觉得，其实这样的认知，这样的分享能够给收听的朋友哪怕一点点的启发，我都会觉得我的内容它是有价值的。但这样的启发一定是启发，它不是照搬，它不是拿来直接用。
因为大概我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我也非常知道大家处于一段迷茫期，很想要有一些经验和方法论，就像抓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渴望顺着那个藤蔓直接爬出来。但是后来我会发现，过度去依赖一些方法论的时候，其实给自己形成的打击，或者说那种自我的攻击是更加强烈的。所以我也很希望通过我个人的经验给大家来做以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其实一些的事情都是可以慢慢来的，更重要的是在你摄取所有的这些认知和经验之后，经过自我加工形成沉淀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大家在听我播客的时候，其实也能够感知到我的分享也是在帮自己沉淀的一个过程，也是在帮自己梳理的一个过程。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进一步的来帮自己梳理，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梳理，也帮大家能够尽可能的去厘清，在这个阶段我是如何区分自己身边的噪音的。那首先我还是要强调，一定是要建立自己的内部系统，要首先去提升自我的一个认知。当你具备了一定的认知基础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区分哪些声音是可以被自己所受益，而哪些声音对你来说是噪音的。认知其实是你对于周围这个世界所了解过后所凝练之后的那些内容属于自己真正的那一部分。所以当你意识到你很难区分身边哪些是噪音，哪些是对你真正有益可以拿来借鉴的声音的时候，或者说你意识到你是非常容易被各种各样的观点带着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警醒，就是或许我首先还是需要有一个阶段，就是提升自己认知的这个阶段。你需要给自己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基础的认知系统。那我觉得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先从一手的信息开始，从相对来说比较深度的内容开始。大家可以多读书，在读书方面可以选择一些经典的内容来阅读。那比起大家随波逐流的去阅读一些畅销书，其实我现在的一些阅读的经验反而是觉得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留下来的经典是凝练过后最接近真理的内容。而且当大家广泛阅读之后，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感知，就是好的书籍它其实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比如说我其实在现有的人生阶段是非常喜欢去阅读一些带有哲理的内容，特别是一些哲学家所写的一些书籍哈。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就是罗素啊，我读了他的幸福之路，我在我的播客里面分享过很多次了。我时常会感叹他讲的就是当代的人的事儿，但其实这本书它是100多年前的了。当然也会有人觉得一些特别经典的书籍它是有一些阅读门槛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刚刚开始阅读的朋友，对吗？那不妨你可以多挑几本，去先从那些自己能够读得下去的开始，先形成属于自己的阅读习惯。那当然也可以对于一些你感兴趣的内容，但是原著你啃不动，你不妨先去挑一些去解读这些原著内容的书籍，相对这些书籍也是获得了一些认可度和认知度的。那比如说阿德勒他的原著我基本就没有啃下去过，但是2本讲阿德勒方法论的很经典的书籍，一本是被讨厌的勇气，还有一本叫做幸福的勇气，我是看了2-3遍的，每一遍都会给我新的启发。还有荣格的红书实在是太厚了，而且前面有一部分的内容可能或许跟我这一部分的阶段的考量不是那么的一致，所以我也有点读不下去。那前段时间呢，我读了另外一本叫做《中年之路：人格的第2次成型》，其实也是从荣格的方法论里面去延伸下来的一本书籍。这本书我就非常酣畅淋漓的，大概用了2天的时间就把它读完了。那当中其实梳理到的一些观点也是可以对我这个阶段的人生有非常强烈的一些启发的。比如说我会发现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35+的年龄段，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重塑的过程，会有一个与外部世界的链接，回归到自我，再去形成自我认知，然后再去开启自己2次人生的这个过程。我会知道这不是我自己的
一个迷茫，不是我自己的一个困惑，而是大多数处于我这个阶段的朋友，而且他可能不光是这个时代，他是在各个时代的人的一个集体的困惑和集体的突破。那我会觉得其实这样的阅读会更加直接的给我一些认知的提升，而这样的声音对我这个阶段来说它是非常受益的。当然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涉及之后，当你再去读原著的话，你会更有目的性，然后你的体悟也会更加的深刻。刚才我说其实提升认知的方法，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区分，就是一手信息尽量读经典，然后第二个就是尽量去涉及一些比较深度的内容，而不是碎片化和浮躁的内容，对吗？我现在除了阅读之外，我会比较倾向于像听播客，或者是看一些比较长的解读的一些视频，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也非常享受与一些认知同频的朋友的一些深度的对话。那我在这里还想要分享的就是，其实大家不要去拘泥于某一种渠道、某一套理论，或者是某一个人的观点，这个目的就是不让我们去形成某种路径依赖和权威依赖。另外一个就是能够让我们有意识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有筛选的去获取内容，而不是被动的去获取内容。注意力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货币，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是需要有意识的去有目的的搜索和进行筛选，而不是被大数据和流量进行的各种推送塑造着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因为大多数在算法下，在大数据给你推送下的一些声音，它可能都是带有某种目的，而我这个阶段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我觉得绝大多数推送下来的声音可能都是噪音。那当然我觉得主动搜索的内容也是需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比如说大家在听播客的时候会不会特别执着于某一个人的内容，或者说你在了解一些东西的时候会不会特别拘泥于某一种渠道。我会觉得其实不同人的观点，不同人的人生哲学，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听播客的话也可以不同的声音都去听一听，你会觉得不同人的人生的感悟和他的经验，其实都是带着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他可以帮我们打开不同的认知。有一些声音你可以获得自己这个认知阶段的某种同频，会有一种被听到被看到的感觉，而有一些声音则是让你看到不一样的可能性，而有一些声音则是在更高的维度帮你去解开这个阶段你自己的困惑。比如说我在听播客的时候，我其实也特别喜欢听杨天真，因为我会觉得他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怎么讲，如果要用一些标签化的词啊，尽管我现在觉得其实尽量不要用标签去定义一个人，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他确实是属于一个能量非常高，而且是非常有自己的一些规划，有自己的认知，而且会有非常清晰的路径去达成自己的一些目的。但是这个对于过去的我来说是完全缺失的，所以我会听一听他的东西，会经常给我一些启发和思考，也会帮我把自己世界的那个狭窄的维度再打开一点，然后在有一些时候也会给我一些能量。对，就比如说在我自己觉得这个阶段好像稍微想要松懈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会有一些鸡血的成分在，对吗？但与此同时我也非常喜欢听鲁豫的分享，对，因为我会觉得他那种娓娓道来的认知对我来说听起来是非常舒适的。我更加喜欢的是梦妍，我昨天晚上才听了他的最新更新的那一期，叫做多和够，对吗？我会觉得其实应该在我的潜意识里还会有一个倾向，就是尽管所有的声音我都在听，但是我会有所倾向的去选择那个跟我人生方向或者说跟我的认知相对比较同频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对我来说也是有价值的，它会在让我与这个世界碰撞过程当中有一些迷失，有一些摇摆不定的时候，适当的把我再往自己内心的轨道去拉一拉。
对，就比如说我从他昨天的那期播客里面，其实他讲了很多的内容，可能有一些是投资，有一些他是对于这个世界的感悟，还有一些书籍，还有一些电影，对吗？但是我觉得其实讲到了一个核心，就是知足。这个也是在我上一个阶段体悟过程当中一直给自己敲醒的，就是你一定要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对于我这样非常容易被别人带着走，也非常容易被别人卷到的人来说，这个点是我一定要定下来告诉自己的，我想要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那样的一些看似美丽，看似充满诱惑的世界，是我真正想要的吗？对，所以其实有时候这样的声音是会帮你把自己内心的那些话，或者是偶尔被打扰之后，被外界所影响之后的那个轨迹，再去定下来，再去找到一个声音告诉你，哦，其实你可能更想要的是这个样子，对吗？那当然，所有的这些内容，所有的这些声音，它都带着这些人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他们的思考方式，他们的表达方式，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你会发现他们各不相同，但其实没有孰优孰劣，它都是你去认识这个世界的声音，它都是你获取声音的渠道。可能你的内心当中会有倾向，但是你不要让自己去封闭。你会发现在不同人的身上都有你值得学习的点，而当所有的这些声音摄入到你自己之后，你会慢慢沉淀下来，会有目的的去收听，会知道他分享的哪些部分是可以被你所受用的，而哪一部分可能对你目前这个阶段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噪音，尽管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噪音不是噪音，对吗？那当然，除了这些大家的观点啊，就是这些已经好像在我们社会评价体系非常权威人士的一些观点之外，我会觉得其实普通人的观点同样也有参考价值。我相信大家选择收听我的内容也是一样，我不是那么有名的播客主，甚至我在目前自己的人生阶段还是有很多的困惑在。但是之所以大家选择收听，选择订阅我的内容，我会觉得可能我个人的经历或者我的思考也会给你一些启发，给你一些力量，或者说在你目前的认知阶段与我也是同频的。所以我也特别感恩每一次的聆听，这也是对于我所做内容的价值，以及对于我人生经验的，甚至对于我个人的一份肯定与鼓励。那刚刚说了我们获取自己认知的一些渠道，获取声音的一些渠道，那接下来如何沉淀为自己的认知呢？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有自我复盘的习惯。比如说最近的这段时间，我就是处于一个相对打开的状态，因为在上个阶段我其实是相对封闭的，我意识到自己好像有点闭门造车了，而拘泥于一些道理里面，对，拘泥于自己的认知里，所以我会希望自己与不同的真实世界里的人去碰撞，去交流，去知道大家都在做什么，或许能够帮我打开一些新的思路，也可以帮我提升一下认知。但是我会发现，当我频繁的去与不同的人碰撞的时候，我会有目的的给自己留1到2天的时间来独处。这个独处的过程当中，我是花大量的时间去帮自己再进行整理，再进行认知的沉淀。我会去帮自己区分哪些声音是真正在这个阶段对自己有用的，而哪些声音对于自己目前这个阶段来说，它可能与我并不同频，甚至可能会扰乱我现在想要做的一些事情。特别我觉得对于很多像我一样，我刚才说过非常容易被别人观点带着走的朋友来说，我觉得属于自己的时间，与自己对话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让你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如果你觉得哪些建议对你来说不太可行，不太对，其实你的身体和你的潜意识是会给你一些提醒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说的这句话，有没有在你听到哪些声音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不太对，
对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提醒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你自己的潜意识，或者是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身体在告诉你，哦，你要不然再考虑考虑，再想一想，这个声音你要不要听。如果当我们逐步建立到了这样的一套系统，相信大家会越来越容易区分到哪些声音是这个阶段你真正需要听进耳朵里被你所受益的，而哪些声音对你来说可能它只是噪音。当然还有一些鉴别的小经验分享，当这些声音出现的时候，我是如何敏锐的去进行鉴别的。首先你要去了解人和人的经历是不同的，看看给你建议的这个人，他的人生道路和你一致吗？或者说给你意见的那些人，他的人生经历是否覆盖到了你目前的经历？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在人生的旷野当中了，你是在探索人生的旷野如何走出自己的价值，但是对于要不要在旷野这件事情，你已经经过了一个思考的阶段了，对吗？那么对于那些还处于轨道的朋友来说，给你的建议或许对你来讲就没那么重要了。我有段时间其实是非常容易被我原来的一些同事和朋友他们的一些说法所影响的。他们会告诉我说，啊，你怎么那么大胆啊，你不如先稳定在自己原本的这个阶段，你先混着啊，现在工作不好找，这样的一些想法之类。我开始会想是不是他们也说的对哈，但我后来会觉得，我其实那个既要又要的阶段好像已经过了，我内心的那个声音已经非常强烈，就是我不想回去了。所以追求稳定这件事情，它不在我这个阶段的人生的选项当中。那如果在今后大家在聊到类似的一些话题，或者说他们在输出这些声音，我可能会非常礼貌的告诉你，我说非常感谢你的建议，但是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过了，如果还是在不断频繁的给我这个建议，我可能会适当的拉开一些距离，我会希望这些声音不太会影响到我目前想要的那个方向。有这个意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声音是在对方向你投射他的焦虑，或者甚至是他的掌控欲。其实有很多朋友给你输出声音，实际上是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的课题没有解决，他没有想明白，所以他不太理解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甚至可能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会觉得你去分享自己的一些世界和想法，他自己的潜意识会觉得自己的世界有被冒犯到，所以他无意识的觉得他在好心的给你建议，但实际上是在投射自己对于这部分的无知，或者是没有思考，或者想要思考还在逃避的焦虑。我觉得你大概可以看看这个人，他这个阶段是否有自己的一些成长，还是说他依旧在原地踏步过程当中，他自己的课题还处于混乱当中呢？这个评判其实还蛮有效的。那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他看似非常的强势，对吗？他给你的一些建议是一些特别强势的声音，你们在讨论一些话题的时候，他会非常希望你听他的，你能强烈的感受到那不是在分享，那不是让你参考，而是告诉你就应该这样做，你怎么能那样做呢？我会觉得可能非常想要去让别人认可自己认知的人，他是处于某种匮乏感或者是掌控欲。我会觉得其实一些观点去分享，其他人可以借鉴，但是你非得让对方去按照你的想法来的话，起码在我这里我会适当的去拉开一点点的距离。我的小经验是，如果在我没有需要，我主动说我希望你给我一些建议，这个事情你怎么看，然后对方对我强行输出他对于我人生的一些指指点点的话，我可能就会敲铃了。当然说到这里，我会觉得完全不被周围的声音影响，这也是一种理想主义，或者说这也是一种完美主义在作祟，对吗？但其实当我们有意识有觉察的去往自己的那个方向，让自己的内核更稳，让自己内心的声音大过周围的声音的时候，其实你是不太会被外界的噪音所影响的。当那个程度再靠近一点点的时候，我会觉得对于自身来说它都是受益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去划分这些声音它完全是噪音或者不是，其实有些声音对别人来讲是受益的，对你来说可能就是噪音，反之同样，对吗？因为我们所处的阶段不一样，认知维度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也需要时间逐步来让自己区分，去减少噪音，而不是说完全没有噪音，真正让对你自己这个人生阶段有用的声音进入到自己的认知体系里。那当然我现在的认知也是带有局限性的，它不够全面，所以我也与 AI 探讨了一下这个话题。那接下来几点分享是我和 AI 讨论之后启发到我的一些新的视角。那首先 AI 告诉我说，你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成为自己的第一道筛选网。当你听到一些声音会让你产生一些身体的不适，比如说你会感觉胃部是发紧的，或者有一些莫名的烦躁，这些建议出现的时候，通常携带着与你内在频率冲突的信息。生理反应是潜意识派来的信使，它比理性会早7秒知道答案，所以适当的培养这种躯体信号的觉察力，相当于为你的认知系统安装了实时杀毒软件。这个很有意思哦，这个角度我从来没有想过诶，就是其实你身体的一些反应其实是你潜意识在敲铃。那他告诉我的第二点是要去解构正确性的幻觉。他说所有的建议都自带隐形的前提，它诞生于特定的环境、特定的认知维度下的特定的个体，所以要警惕那些用所有人都应该的开头的建议。真正去适配的建议会邀请你主动思考，这个方案需要调整哪些参数才能嵌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算法。对，大家有没有发现所有人都应该，这个开头很有意思，很多的短视频都是这样开头的，对吗？那就是一个钩子，因为人们很容易被这样的话所吸引，所以当我们有意识的时候就会知道所有人都应该，所有朋友注意了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用去听的。对，我觉得真诚的分享一定是在分享的维度，而不是你应该的维度，去试图抓住你的注意力的维度。那第三点呢，他告诉我说可以适当的去制造时间的缓冲区，在信息与行动之间设置沉淀地带，允许情绪浪潮退去之后再打捞有效的成分，就像暴雨后的溪流总会变得清澈。重要的决策经得起72小时的晾晒检验，那些经时间冲刷后依然闪烁的，才是真正值得收进工具箱的晶石。他说的这点可能就是我所说的那个，当我吸收了很多观点之后，我需要有那个时间经过自我复盘，对吗？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让我不那么冲突的去做事儿。那当然我觉得这一点还有一点啊，就是 AI 它的思考会非常理性，我自己的觉察是，如果有那个点真的就是让你觉得非常非常强烈，非常非常强烈的话，那不如你先去做。对，那我觉得是一个更高维度的指引，虽然我现在也无法解释它是什么，但是它可能也是你那个内心方向的指引。AI 给出的最后的一个建议，他说要保留认知的弹性空间。他说有一些声音此刻是噪音，或许只是你尚未解锁接收它的钥匙，为自己保留一个可能性的缓存区，把暂时无法共振的建议标记为待定而非错误。真正的认知成长往往发生在那些曾经刺耳的声音突然显露出新棱角的时刻。这点我觉得也很对，就是如果有一些认知你暂时无法理解，或者说你暂时觉得非常的抗拒，那可能出于2点。第一点，可能这些认知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再有一个就是其实你的认知还没有达到那个维度。那对我来说，如果觉得有一些点会觉得我还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好像它对我会有用，或者说它让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应，我会把它暂时记到一个本子上。对，那可能今后的某一个阶段我再去看的话，会觉得哦，原来说的是这回事儿。那同样是在今后的某一个阶段会对我有启发的。那以上就是 AI 对于这个话题的一些补充。那有没有发现，其实不论是所有来自其他朋友的一些看法，还是我自我的复盘，还是 AI 的建议，
我们总结下来就是，看似我们在筛选外部的声音，在筛选建议，其实是在与自己进行深度的对话。我们与外部的联系还是体现了我们与自己内部世界的关系。所以那些让你听完更迷茫的建议，可能是在提醒你，嘿，你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那些让你身体发紧的声音，或许是在说，这个方向和你自己的价值观它不对频，你应该调整啦。而那些像老朋友让你一样舒服的观点，往往不是它多么的正确，它不是说它就是一个真理，而是刚好撞上了你此刻需要的同频的那一部分的声音。所以我会觉得我们不用过于害怕被声音包围，被建议包围，也不用去焦虑自己会选错。你只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把这些声音放回到自己的认知里去量一量，它符合我的现实吗？它让我感觉舒服吗？它能够帮助我解决我现在目前具体要解决的问题吗？如果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成为自己认知的筛选途径，可能这些声音会相对来说让你更加的清晰。当然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筛选，我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去留下属于你的声音。我觉得筛选建议的本质是学习如何与这个世界保持一种相对清醒的亲密。我们既不必过度的去防御，也不要全盘的去吸纳。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在各种各样的声浪中，有自己的一种温柔的坚定，去把别人的建议当作自己地图上的一个参考的坐标，但那个方向盘却始终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如果我这一期内容的分享让你对某一个噪音有了新的觉察，或者说对某一个声音又有了新的启发，我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与我来交流你的灵感。也欢迎大家订阅中年菜鸟进化论，能够把这份温柔的力量分享给更多在信息洪流中摇摆的朋友。那本期的播客内容就是这样，这里是中年菜鸟进化论，我是 Zoe， 感谢你愿意花时间，愿意花你的注意力听我分享。愿我们都能够在各种各样的声音里，慢慢去听清楚自己心里那个越来越清晰的声音。我们下次聊，拜拜。好学猫